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今天撒花撒花。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也不是任务啦，任务吗？有很重要的庆祝主题，庆祝很重要的主题了啊！因为这个各位观众们非常热爱大叔中文，所以我们已经迈入了3万订阅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现在在录的时候。还没有啦。这么实在吗？就直接说3万就行了。对，我们是10成的大叔们播的时候就4万了，播的时候就3万多了吧？我想啊，好，那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大叔们呢，要感谢各位同学们的支持爱护，然后虽然我们的订阅成长的不是那么快但是我们是质量很高的一个频道，对，从我们大叔的收入每个人都养得胖胖的就看得出来那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很多观众给我们支持，成为我们的会员，然后有的观众真的是每个视频都看很多遍，其实我们自己身为这个大叔中文的主持人，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对不对？我们说的话有人听然后我们做的内容大家觉得是优质的，所以我们这边要感谢大家。那这个我们先灿叔开始好了，灿叔我们要怎么感谢大家呢？给大家跳舞唱歌吗？怎么感谢大家？这就不用了，这个跳舞订阅还没会下降跳过，来吧，灿叔。因为我们不是其实收集了一些问题，像有些同学挺好奇我们关于我们的想法呀，或者怎么经营 YouTube 呀等等各方面，我们收集了一些问题，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Q&A。对，这个问答一般我看一些频道达到一个里程碑都会做这种问答，我们不能免俗。对啊，真的吗？要这么俗气吗？我们怎么可以模仿别的频道呢？只是想避免唱歌和跳舞就对了对，那这个当然很多同学都问了很多问题那我们大叔每个人都挑1-2个问题来回答好了那有的问题呢很有意思，有的问题呢很普遍，很难回答，不好回答，或者我们可能要准备太多资料了，那种我们就没有办法回答。好，那我们先从 Ben 开始好了。Ben 很辛苦，收集了很多问题。好，那你先挑一个来回答。我先挑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各位大叔最喜欢的一个城市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要去过的吗？不一定，没去过你怎么喜欢它呢？没有限制，就是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一个？为什么？可能我们在历史课本有读过，也觉得很向往也可以。对。那你Ben叔自己先回答。我肯定想要说我去过的，我比较了解的地方那我最了解的，反而是北京我了解更多所以我最喜欢的是北京当然不是这些景点的地方，因为景点的地方大家都去过，一般去北京玩的话，都是长城故宫这些。我在北京这个生活和工作过3年，所以就是在北京的时候是我这个社交生活最活跃的阶段，最繁忙的时候是吗？对交际之花。而且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也喜欢就是周末出去社交那个时候教中文也是就是要好多地方来回跑，然后认识很多学生所以一方面这个我有这个中国的朋友，另一方面我有学生的朋友，就每个周末他们就会带我去探索一些就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地方。在北京比如说那个胡同那个地区就是非常的大，有好多那种大的胡同小的胡同，然后藏在胡同里边有很多特别有特色的店，比如有的店他们会在里边就是有一个天台，你可以
去这个咖啡馆的天台，然后你看着所有其他胡同的房顶啊、屋顶，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脱口秀的或者是一些小剧场，你可以就是进到那个里边看一些这种现场的表演，它都是那种很小的舞台，然后就几排座位，然后你就可以跟演员这种近距离的互动啊，或者是看他们演出。所以北京有很多这种特色的地方，就是你觉得即使你已经去过很多遍了，但是如果你再有一个新的朋友带你再过去的话，你又会发现其他的特别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北京就是你想吃什么样的菜，因为是大城市嘛，都有，各个国家的菜都有。然后因为外国人也很多，那个时候现在没有了啊，那个时候有很多有一条叫三里屯酒吧街，那条街就是在三里屯的那个就是很棒的那种很现代的一个商场的后面，有一条比较破破烂烂的，然后那个地面还有一点那个黏的那种感觉的那个很脏兮兮的一个街道，但是那条街道有很多这个小酒吧呀，然后有一些夜店呐，然后那个地方还有路边小吃什么的。那个时候，我跟那个外国同学就很喜欢去那边啊喝一杯啊，或者是在那边蹦迪什么的，所以就是又充满了回忆。现在回去的话，那条街已经彻底就是改变了吧？被拆除了，对啊，因为那个街道要整改嘛，那个地方已经被夷平了，但是那个我最喜欢的那些记忆还是留在北京。那你为什么不回来住呢？你就在北京找一个房子住嘛，那不很好吗？为什么要在西班牙流浪呢？就是时间和它不只是那个地方的感觉，就是你恰好在那个时间，你的那个年龄，就是那个，然后城市也没有继续向前发展，就刚好还停留在那个想要向前推进，还没有一下子到那种很规整的那种感觉。过往的回忆很美，过往的回忆，但是现在回去不见得是那种像我去年感觉我就是去三里屯，就去那条街道，结果就发现这个物是人非，不一样了。就现在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漂亮整洁，但是我怀念的那个气氛啊，黏黏的路热闹的气氛，黏黏的路都没有了，然后整个就感觉你的记忆的很美好的一块被掏空了啊，所以你让我再回去，就是即使回去了，它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而这个问题且疫好像情之后，外国人也少了，跟谈恋爱一样是吧？跟谈恋爱一样对不对？对，好像过去很美好，但是你如果真的见到了，也就发现现在的自己再回去就不一样了。对啊，有些东西只存在在你的记忆里会比较美好，我发现也是。然后你会去美化过去的记忆，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大，这个题目很大。这个我们是打算这一题要聊一集，就是那我来说吧，没关系啦，我们随性对来参出来。其实我觉得这让我选，我很难选一个哪个城市，我不会选西安。我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对我而言，我刚才说这个题目很大，因为城市很大，你很难说你真的喜欢哪个城市，可能你会喜欢这个城市的一些点，那个城市的另外一些点。我当然喜欢现在我生活这个地方，但说实话，我的社交圈非常的窄。我可能就住在这个家附近，可能公园转一转，偶尔开着车带着孩子稍微远一点去转一下。其实我对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我发掘的这种欲望，去探究它更民间的一些状态等等。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懒散的这么一个人，我也是比较宅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你说我喜欢西安吧，我当然喜欢，因为我家人在这里。但是你说我很喜欢那种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的西安的一些点吗？我觉得未必，比如说兵马俑啊、城墙啊、大唐不夜城等等，我觉得对我还好，我不会说看了觉得哇好惊艳，没有这种感觉。
我反倒有点像笨书一样，我觉得很多东西在你的记忆里，它很美好。我可以说我其实也住过几个城市，你让我突然说哪个城市最喜欢，没有，但是每个城市可能都有一些点让我突然想起来，我会觉得咦挺好的这么一个状态。比如说大学是在西安四川是吗？还是在西安？在成都，不是在重庆，在重庆，是重庆啊，在重庆啊，我忘了，被你搞混了，被扰乱了。对，那正好有同学问你对重庆有什么印象？等一下，让我先慢慢的但是思绪整理一下。灿叔不一定喜欢重庆啊。对，灿叔不说每个城市有点吗？对，我会突然想起来一些东西，因为这个节目就奔着一集就做这么一个主题去聊。对，我是觉得，比如说我才从乡下来到县城里，那个时候可能是8、9岁的样子，我对那个县城很好奇。小时候住在村子里，很小。就是村子分为上村和下村，其实现在回去感觉走几步路就到了。小时候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要走很久才能走到。你这个真的要讲3集的感觉。对，我到县城之后，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它有一条街道叫西街，是一条老街道，它是就是石板路，然后两边那个房子它是很老的那种房子，都有一些木板的门，是可以拆下来的那种门。我当时就是和我爸他们开了一个厂。就是一些学徒嘛，他一些小学徒，就是乡下的孩子、亲戚的孩子等等，带着我去第一回在那个西街走的时候迷路了，但是我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你感觉其实很小了，没有那么大，但是你才来到一个城市，觉得地方非常大，又是这种很古老这种感觉，你就像进入一个迷宫一样，这个记忆永远在我的脑子里，我每想到这个城市，我就想到这个一点。然后呢，就像南方这种对老南方的城市，然后它这个西街的边上不远就是一条河嘛，所有的南方城市都有一条河穿城而过，那种感觉，然后绿绿的很好，我们在里面还游过泳，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记忆里头很美好的一些东西。然后比如说刚才你说我大学在哪上，大学在这个其实不是在重庆主城区，在重庆下面一个区叫做万州区。但是也是那种山城的感觉，对吧？它离重庆高低的，坐这个车坐大巴车要3个小时，没有那么近。以前都属于四川嘛，就是变为直辖市之后，把它包括进去了。它像你说也是处于山城，它是在长江的边上，这样也是一些山包上不断的建筑各种房子。但它比重庆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当时三峡要库区，水要涨上来。它要蓄水，所以沿路的很多城市都被拆掉了，有些是整个城市都拆掉了，整体搬迁到山上，有些是比如说稍微移上来一点点啊，像万州是拦腰截断，底下那块都拆掉了，对，底下那块都拆掉了，而且万州这个城市很有特点，它在民国的时期，它本来是一个比较繁忙的一个码头。所以当时很多那些就是外国通商的那些船都过来，所以它底下那一块甚至有点像那个上海那边一样的，有些老房子，但是它都拆掉了。我去的时候，底下那一块都是一片瓦砾，然后它还有一个类似于一个钟楼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城市很有意思，从我们学校一路往下走到长江边上，你知道那个长江边上那一路过来都是瓦砾，你知道再过几年这些地方都会被淹没。所以在我的记忆里会觉得，哎，这些很有特色，很有特点。而且在重庆也是，永远是你得爬坡，爬到这里，你发现，哎，是挺高的，再看下去，这还是1楼，这样爬。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我也很喜欢。所以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特别点，是很累啊。所以天天爬上爬下。对，重庆那边姑娘她身材的比较好，就因为成天爬，都比较爬出萝卜腿了吧？不会，他们胖的比较少，整体是比较瘦。所以那边没有骑自行车的，都要没有骑自行车累死，那骑自行车累死。它的坡是这么陡的，这么陡，上下根本没有人骑自行车的那个地方。我觉得那地方没有共享单车是吗？应该没有吧，就疯了那些骑起来。而且它都是一个山坡建一部分，一个山坡建一个部分，下去上来。说实话，你那个特别不舒服。但是我觉得那个重庆那个地方我很怀念的，其实除了这个，就是在江边这个感觉，就是吃的。对，真的是吃的。以前我从来没有吃，我在老家的时候不怎么喜欢吃辣的，但到重庆之后，我锻炼出我喜欢吃川菜。
甚至喜欢吃火那锅呀等等。对，你跟你室友同学吃完火锅之后，你们第二天要抢那个厕所吗？寝室的厕所？你问的很细哦，你看问的很细哦，你问的细节很多，太细了。因为重庆不是就是是的，关于辣吗？吃辣是最有名的。但是我觉得我想不起来了，那个时候好像胃还比较好一点，吃了一些也没啥事儿。对，但那几年确实吃胖了，那油啊油重严重，就是对啊，因为我觉得厕所应该蛮有味道，你们应该抢第一个用，对不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对，茶叔嘞，茶叔嘞，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我跟灿叔有点像了，我比较少出远门，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喜欢旅游，我觉得我如果以国外来说，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比较就是曼谷，我去过泰国，对曼谷那边，对，然后曼谷附近有巴达雅嘛，对，帕塔雅。然后我去曼谷的巴提雅对吧？你们叫巴提雅，我们叫巴达雅，对，帕塔雅。然后这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城市啊，因为泰国的饮食在这也是一个原因。因为说到芭提雅，一般不都想到那个色情产业？没有，我都没反应过来，就说啥？是一个表演，有很多，都有。都有，而且它的观光业非常的兴盛。对啊，泰国就我去，因为我嘛，对，我去泰国的话，泰国饮食我第1、2天不太习惯，因为它的饭有一点酸然后我吃起来多好吃啊，就酸甜酸辣的，我超爱。但是我第3天之后我就爱上了泰国的饮食，马上就习惯了，然后也很好吃。然后就是玩的部分，我觉得也非常有趣。像我们那时候去有做一些水上活动，就是你做那个滑翔翼吧，就从那个海边那样滑上去。你竟然会做滑翔翼？那个就是那个气球是吗？热气一个气球把你拉到上面。对，把你拉起来，你在水上这样滑行嘛，对吧？我也玩了，不是水上哦，我们是到半空去了到天上去了，已经在海上了。就是下面有一个快艇在前面开，然后你就真的飞起来，你就直接飞起来那种。我想起来了，气球就然后旁边那个拽起来。旁边的工作人员就会帮你拍照，啪啪啪啪啪，把你惊恐的表情全部拍下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当然还有坐3轮车他会把你拉去街头附近的景点去逛，那个也蛮有趣的。第一次感觉自己像大爷一样，被人家用3轮车这样载着。然后我们还有骑大象，虽然现在保育团体觉得骑大象是不好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有体验的。那时候有骑大象，然后真的那个成年大象非常高，然后你就坐在工作人员后面，真的你可以摸到那个森林那个上面的树叶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对，你就感觉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去触摸一些你平常触摸不到的高度，那些树叶、空气，然后你会觉得真的那个体验蛮特别的。然后呢，还有当然我觉得泰国都是这样啦，曼谷有很多很有名的秀像什么人妖秀啦，还有很多历史的，它会历史剧的秀，还有那个泰国浴的秀就是那种还有很多表演，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完全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在泰国真的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异国风情，然后泰国人也非常的热情，对，我觉得泰国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祥和、很热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旅游才去了1个礼拜，我就觉得我真的念念不忘，然后我很想去那边住久一点，因为1个礼拜真的你还玩不到泰国的1/10吧，玩不到曼谷的1/10吧。然后有很多很深度的旅游，你跟团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的。所以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真的会想去泰国的曼谷，甚至以后再去清迈啦。或者再做一些深度旅游，比如说当地人真的对那个地方很熟悉的，带我去一些没有人知道的景点或地方去探险，我觉得我会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对，所以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如果真的要我选择台湾以外的地方去养老，我真的会选择泰国。对，我觉得泰国让我觉得磁场很合，对，特别喜欢。
我问一个，就是其实好可能大家多少会有一些兴趣想了解的关于我们制作视频的问题吧，我觉得多少切题一点点。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是怎么策划和准备我们的一期播客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啊？怎么选题呀？怎么拍摄啊？怎么等等啊？这个交由你们2个来回答啊。好，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同学很好奇了。对呀，因为大叔中文的每一集视频内容都那么丰富，大叔们都聊得那么有默契，这么有那种很行云流水一样的感觉。对，那大叔们是不是在录节目之前准备了很久呢？那这里呢，我们就借由这一集告诉大家实话。其实每一次大叔在录节目前，我们连题目都不晓得是什么。对，就先约好时间，周6上线。我们对，我们大叔有固定的录制节目的时间，就是礼拜6的下午4点。那我们3位大叔就上线，而且通常都睡午觉，刚睡醒，对，睡眼惺忪，然后头脑不清楚的时候，上线前也从来没有人聊主题，对，然后我们就会问灿叔今天聊啥？今天聊啥？对，有时候这个盲盒问题真是每个人现想一下，聊啥问啥，现想的。对，那所以如果有同学想知道大叔们，其实也有很多我们的同行和中文老师们也在问，你们大叔中文到底是怎么样去想主题，怎么样去策划内容？这边说实话，我们是完全没有策划，也连题目通常是我们3位到齐了再去思考我们要聊什么，甚至我们就决定先聊再说，主题都没有。然后聊完了才去想一个主题出来。我记得有一集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那一天就3位就是完全没有想主题，然后那个Ben叔也刚睡醒，那灿叔也午睡刚睡醒，那我其实也头脑不太清楚这样，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聊什么，然后我就说随便啦，近况啊，我们好久没有聊近况了，我们就先把自己的近况聊一聊就好了。聊了一集，连主题都没有想，最后我们聊完了再去挑一个，可能谁讲的比较不错的。不是那一期就是根本都不想要想主题，那个近况是的就直接就聊近况。对，好，所以就是我们大叔中文简单说就是一个很随性的节目啦。就是我们大叔真的没有策划，也没有规划。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多少还有一些嘉宾嘛，对不对？其实嘉宾的话，基本上就是聊他的人生经历啊等等。但嘉宾都是自告奋勇来的，也没有说我们也有吧。以前还有邀请了，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告奋勇说我要来你们的节目这样。对，对。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我再补充一下，我就觉得，因为我们确实没有策划，也没有准备，但是因为我们3个确实太熟悉了，基本上不管哪个题目，就是开始聊，他都能聊出一些东西来。而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3个对于观众而言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3个的这个气场比较合，而且怎么样都能聊得开开心心。这样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特色，因为我看有老师复制我们的形式嘛，然后我看就是准备太多反而不自然了，就是有一点那个失真的感觉。就是当然我觉得他们就是考虑到那个中低级水平的学生，所以说话还有那个主题啊要想的策划的非常的严谨。但是反而就会，我从老师的角度去看那个节目的话，我就觉得不是那种自然的互动了，就是设计好的互动。我们3个的特色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准备，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彼此要说什么，或者彼此的反应是什么。对因为那个都是现场临时的反应，都是最真实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特色。其实就是闲聊吧。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特色就是闲聊，既没有策划也没有准备，然后我们就是以最真最自然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可能这个可能莫名其妙就成为我们一个大家喜欢的特色啊。对，那刚刚灿叔聊到嘉宾当然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状况，因为嘉宾基本上我们初期大叔中文成立初期，我们是会主动邀请一些嘉宾来的。那当然我们就要准备好主题，告诉嘉宾我们可能会聊你的人生，我们可能会聊一些中文教学法，
我们可能会聊什么什么。所以在邀请嘉宾的过程，当然我们必须告诉嘉宾主题跟一些我们要讨论的内容。那到了现在，算是大叔中文算是比较站稳脚步了，观众比较多了。嘉宾来了，我们都不告诉嘉宾我们的然后现在就像刚刚Ben叔说的，我们目前的嘉宾基本上都是自己说，我想上大叔中文的节目。那我们当然都很欢迎。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嘉宾来，我们就会说，我们就直接问嘉宾，你有要聊的主题吗？告诉我们，我们就顺着你的主题去聊。所以嘉宾的状况现在我们也变得比较随性了，你来，然后我们就聊。我还记得上次那个 Katrina 老师来，他就说马上变成大叔风格，我们这集要聊什么？我们也不晓得要聊什么，然后我们就说就开始聊吧，就莫名其妙又聊着聊着就开始有话聊。对，Katrina 老师好像马上就适应了我们的风格，他也随性的跟我们聊起天来，对，就一集就聊出来了。所以就是如果同学们想问我们是不是有很缜密、很用心的去规划节目的流程内容，其实没有。对，我们就是就像今天一样，我们也都没有准备，我们是随性聊的。我倒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算是这种节目有2种形式嘛，一个是有嘉宾的，一个就是我们3个人的。就是同学们留言告诉一下我们，你们更喜欢哪种形式？这是我们比较好奇的地方啊。嘉宾的话还有3种，有这种中文老师的，分太多了，这个外国学生的，然后也有这个就是母语者，但是非中文老师的。对。因为我问这么多是因为大家的这个评论嘛，因为有的同学说我不要听这个外国学生的这个口音。对，有的说啊，我想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感觉有一天我也可以上你们的节目来表达我自己，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声音导致我们有时候也，然后有的学生也说啊，你们总是找中文老师，这样我就涉及不到新的词汇，扩展不到新的词汇，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纠结，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嘉宾能满足你们？对，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大叔中文到了今天也有一些蛮特别的变化，因为我们上一次有访问一些外国的学生嘛，然后他们都告诉我们说，上大叔中文是他们学习中文的一个目标之一。对。所以我们又不想把这个通道给关闭。我们也想鼓励大家未来有一天能上节目。对，因为除了通过 HSK 是一种实质上的鼓励之外，现在也很奇怪，来大叔中文受访也成为了学习中文的一个门槛之一。以后可能以后企业要征才哦。不止要怎么判断你中文流利，有没有上过大叔中文，然后有没有通过 HSK 5级，可能有这2个标准了。所以不过我们当然，我们大叔都抱着很开放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嘉宾，然后主题。当然，我觉得任何形式都一定有喜欢跟不喜欢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节目多样化一点，然后涉及不同的主题，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然后也喜欢我们各种方式，因为本来你在学习中文就会面对各种主题、各种人，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所以这个就是人生，有道理。所以你学习中文，你怎么可能可以期待你在路上遇到的一定是个母语者呢？对啊，你去一个对啊。你去一个中餐馆，可能人家说广东话，人家不说普通话。对，那你不可能去选择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频道就是让你知道各种说中文的口音方式，包括我们3位大叔也是不同的口音，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去适应这样的环境，对，更开放，对。好，再来一轮，然后快问快答吧。就是我们不用很展开，但是就是因为好多同学问问题，我们就很快2、3句回答，这样再来一轮啊。那Ben叔先来吧。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喜欢的汉字成语或谚语是什么？只选一个就可以啊。最喜欢的汉字成语或谚语是什么？茶书
我最喜欢的一句谚语就你可以是吃饱睡，睡饱吃，吃饱睡，睡饱吃。这是我现在的人生哲学，吃饱睡，睡饱就吃，人生就是睡跟吃。然后你吃饱了就开心，你睡饱了就快乐，所以吃饱睡，睡饱吃啊。然后你中间还有直播呢。我直播也是很轻松的直播啊，完全没有压力啊。然后其实如果讲到成语，我觉得我一直秉持着无欲则刚这样的一个哲学，跟价值观在做事情，就是人的欲望不要太，对，无欲就是欲望，没有欲望就是最刚强的人，因为我觉得世界上完全没有底线的，深不见底的，就是人的欲望。你有了房子，就会想要买车子。有了车子就会想要更多的东西，那人就是永远欲望是没有尽头的，欲望只能靠控制。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欲望的人，或者欲望很少的人，那你就会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因为你不需要去求别人，然后你也不需要为了欲望去苦苦追求，所以无欲则刚我觉得是一个我蛮喜欢的成语。好，然后灿叔，好的，你要快问快答啊，对吧？对，对，我最喜欢的成语是这个滥竽充数。为什么最喜欢这个？你喜欢滥竽充数吗？大叔的节目都滥竽充数的意思。其实这个有一个原因了，就因为最近我在上这个成语小班课，先解释一下。对，我先把这个背景解释一下。我会每节课都自己重新新编一个成语故事。在原来成语故事的基础上，我自己用自己的语言去编，我就发现这个成语故事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像刚才茶叔说的，我们都是在假装自己很好，对吧？大叔的中文的节目都是滥竽充数，就是说感觉好像没什么贬低我们，对，没有那么惨啦。就是当然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假如你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混到很好的人队伍里头，自己好像变得很好一样。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很简单啊。当时有一个国王叫齐王，他当时很喜欢人们在吹竽啊，他当时就需要有个300人的乐队，其中有一个人叫南郭先生啊，他也去冒充自己是一个乐师啊，因为有300多个人在里面吹竽，所以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吹啊，所以他就吹得不好也没人能发现，吹得不好也没人知道啊，对，但是呢，这个故事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本来我是按照原来这个意思写的，但写到最后，因为齐王死了，他的儿子上来了，成为新的王。就本来的故事是这个南郭先生因为自己不会吹竽，他逃跑了，对吧？害怕被揭秘啊。但是在新的故事里头，我就看到说他吹了3年的竽，我就想，突然之间觉得，其实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我就想，这个人他其实一开始确实不会吹竽，但是他在这个环境里浸润3年，而且他说不来刚好有天赋呢。我就想了，可能到3年之后，他突然之间其实吹得很好了。新王只要留下20个人，他竟然留下来了，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在3年的时间里学会了吹竽。就这种感觉，我是觉得其实和我们学习中文的感觉很像。一开始，特别是我们的很多观众都是自学的，就是一开始就相信我能做好这个事情，开始踏足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底，你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你也就是混到一个很多人都，因为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网上人说，哎呀，我几个月学得很好等等，你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这个水平，但是你真的加入进去这个行列进去之后，你每天这样做啊，日积月累的，说不来你整个3年过去之后啊，你的水平也很高了呢，对不对？其实我真的就是很烦有些人说啊，几个月就能学好中文，虽然我们偶尔也会做标题党，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学习语言是需要一个很久的时间，需要耐心，慢慢的细水长流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成语，是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你一开始假装自己会这个东西，可能到某一天你真的就会这么一个东西了。对，你这快问快答答这么久，但是这个成语使用上还是要小心，对，要小心啊，不要随便用，贬义的，是个贬义的成语。对。好，来辩叔，我快问快答，我也跟你们一样，先宣布一下，
我这个很简单，就是顺其自然啊，就是不要内耗，不要焦虑，就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就爱咋咋地，顺其自然吧。对对对，挺好的。好，下一题。很好。好，来下一题，来灿叔来选一题，还要选吗？快问快答。就回答好的，简单一句话解释就好。好的，如果每个月你都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拿到25万人民币，你会做什么？来，查书。每个月什么都不做就拿到25万人民币。那就什么都不做啊。就我觉得如果每个月我可以拿到25万，我会开始去记下来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因为我已经有每个月25万了，我会把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或觉得我会有负担的事情拉掉，就不要了。我会尽量留下自己做了很开心，然后也会让我成长的事情。然后比如说我可能会留下继续做大叔中文，然后继续做我的直播课，工作上面留一些，然后继续运动什么的我会去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的筛选。那因为一个月有25万人民币嘛，算是还不错的收入，所以我可能也会为自己规划一些课程吧，比如说外面有很多学太极拳的或者外面有很多一些活动，我可能会去参与一下。其实我现在也有在参与了，但是我会尽量去找免费的。那如果有了钱，我当然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当做投资我自己的学费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跟我现在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了。然后如果真的一个月有25万人民币，我可能就会买很多那个游戏的商城的道具，然后让自己在游戏里面变得很强，变成大家眼中的大佬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也开心嘛。对，好，但是呢，我就是首先辞职啊，就不干现在的工作。真的太累了。然后就想出去玩，就是想旅游。旅游的话，我现在就是也想一个人旅游，然后想找这个就是去自己学生的那个家乡去看一看去全世界。我知道我过去之后肯定有学生带我玩，或者是可以跟学生这个聊天什么的，就不是一个人嘛，过去就蛮好的然后顺便你还会上私教课吗？还会上私教课呀，就是一边找学生玩，一边上私教课对。但是不会上那么多，对不对？不会上那么多，对。然后做个小小的预告，我7月份要去卢布尔雅纳玩，然后一个人。卢布尔雅纳在哪里？在哪里？卢布尔雅纳在这个斯洛文尼亚然后还会去这个叫什么叫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在哪里？对，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就是南欧的国，不是南欧吧？是南欧。东欧国家，东欧应该算东欧。然后一个人过去，所以有意者请电联是吗？对，请留言告诉我，给我当导游吧。就过去，因为这边飞过去很快，然后很便宜机票，然后那边的话消费也比较低，我就只买了机票，就是换心情，就是不然那个工作压力太大。对，但是完全没做行程。如果有朋友有同学在那边，就可以自告奋勇带我玩玩。好，那灿叔自己呢？我觉得好像真的，我觉得我们3个差不多，就是基本上，我觉得生活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只是只是说你更富足一些，就更有余裕一些。可能你会留给孩子什么，还是自己花？对啊，可能孩子上的消费更有余裕其实我发现我这个人物欲挺低的，我没有那么多的需求，说实话。你每一个月，学生的意思就是说，钱我递到你手里了，你去花吧，你咋花？我不会说，因为我很难做到完全就是这种钱是不是我自己赚来的？那你给我这个钱，我也不会花得很安心。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他不让你担心这个，那不担心这个，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少了一点人生的意义。
我需要点人生的意义，我到这个年纪了，我需要点人生的意义，自己创造出来什么一些东西。你哪怕给我钱，我要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不是说赚来的钱，而是不是自己通过有创造的生活带给我的一些东西，我会觉得也很无聊，说实话。只是有钱也对我而言不是说特别大的意义，只是说我会更宽裕一些。我觉得很多考虑买东西啊，给孩子什么东西会更有余裕一些而已。这个是我的想法。快问快答结束。先把大叔的那个背景板给不需要吧？这也挺真实的嘛，对不对？对。好，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快问快答就是有同学问到幸存者偏差啦。那这个解释一下，如果放在大叔中文，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中文老师在做中文教学的频道啦、视频啦、IG 都有做，但是真正火的、真正让大家都记住的、喜欢的，其实都记住的，其实没有多少。但是大叔中文算是幸存者。我觉得不算是幸存者偏差，是因为做中高级的这个油管老师比较少啊，基本上都是中低级的，然后用英语教中文或者是慢速中文，然后等于说我觉得高级中文这一块是一个蓝海，然后而且很多同学到了这个水平是需要这个就是沉浸式的中文，然后自然的语速的中文，然后我觉得我们不算幸存者偏差了，就算是我们应该是找对了市场吧，找对了那个赛道，对，那个市场定位比较准，然后我们也应该这样说，我们做中高级的部分，我们也得心应手，对不对？我们其实做的也轻松，然后我们也是把我们的想法分享出来，这样子而已，没有很刻意的要在剪辑上做的很精美，或用一些比较花俏的方法来做，对，但是聊到这里，我觉得还是要很感恩啦，就是说也很有几率我们可能不火，对啊，我的意思不是现在很火了，而是至少蛮多人知道我们的，是的，对不对？所以灿叔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就像笨叔说的，他算不上一个幸存者偏差，因为我们也没有做得特别好，这当然是一点。但是男老师很少，不是你不要去这样想。其实说我们就算比如说我们进入整个这个中文教学的这个行业里头，那咱们就要和所有的中文老师去比，所有做自媒体的老师去比。那当然是我们发现了比较一个精准的赛道，你可以这样说。那只能说明我们的眼光比较准而已。但是那所有老师那么多老师进来，他也可以选择做这个呀，他没有做呀，那说明还有就是不可取代性啊，核心竞争力。对啊，我们有我们的护城河啊，我们的不可取代性、差异化啊，这些都有啊。我觉得其实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其实是一个坚持，因为我们做了3年多了，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其实很难坚持做一件事情，反馈相对比较少。他能长期的坚持下去。中文老师其实在做自媒体这个老师行业里头，做着做着退出了很多，因为他其实反馈没有那么好的，你最多就是可能是教学生啊等等。我们是刚好3个人一起做，其实能互相促进，然后坚持到现在。当然后面的能一直坚持下去，就看谁能把所有人都给累死，走到最后。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很多真的很多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幸存者偏差可能是你体力比较好，你能跑到最后，你能坚持住最后。现在我们还是在中途而已，其实也看不出来。对啊，对，有道理。其实我觉得做大叔中文给我的感觉啦，就是说除了刚刚灿叔说的持续，然后变叔刚刚说的市场比较精准之外，我觉得我们就是真实吧。我们3位大叔就是真实的、坦白的，把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想法，甚至童年、父母的关系，我们都是很实诚的把它说出来。我觉得比较少有频道会这么深入的剖析自己。对，然后就是你要这么深入的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剖析自己的心理，去告诉大家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活的挑战跟困难，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中文老师好像光鲜亮丽的，
好像是个老师，应该很不错，很高尚，很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般人，所以我觉得大叔中文就是把实在的大叔就是一个人会面临到生活什么样的困难挑战，这个阶段跟下个阶段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很实在的分享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同学喜欢我们，是因为可能他也在我们这个年龄层也遇到了一样的烦恼，他们可能在婚姻上遇到了跟参数一样的挑战，或者在养儿的这个阶段他遇到了跟参数一样的挑战，都是我，或者在工作上对，在工作上遇到了跟Ben叔一样的挑战，或在健康上遇到了跟茶叔一样的挑战。对，所以我们就是代表着3个不同的生活圈，一般人是怎么活在自己的，不只是3种口音了啊，3种人生的问题。是的。然后我们生活在3种不同的环境，然后我们又是3个不同的脑袋，个性跟想法，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我觉得大家会喜欢我们大叔中文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赛道里面会真实的告诉别人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的老师或频道，真的我觉得我没有看过，说实话。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我们很愿意跟观众坦白我们自己，然后真实的分享我们面对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叔中文大家会喜欢的一个原因吧。对，我认同。果然还是你会总结呢。对啊，你这么说完，我觉得不喜欢都很难啊。对，因为我们3个这么不一样，对啊，突然发现自己闪闪发光的亮点。对，其实我觉得在做大叔中文之前，我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有用，说实话啦，我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有用。但是做了大叔中文之后，看到很多观众、很多同学的反馈，我觉得自己是可以分享的。我可以告诉别人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可以给你建议的，你也可以给我建议的。我觉得我变得有用，变得人家有看到，变得我的人生经验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做大叔中文可能改变了很多学生学习中文的历程，其实也改变了我们3位大叔的人生。对，确实。好，那这个是一个所以要感谢这个3万，对啊，感谢3万个订阅啊，对啊，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支持我，都是一个对，然后特别感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人生分享可以给大家成长，然后也希望你们继续支持大叔中文啊，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做得下去啊。对，好，那我们的3万特别节目就到此了。好，那就等4万了啊！4万可能再过1-2个月就到了吧。一定要告诉你们的同学、你们的朋友，跟你们水平差不多的啊，或者你喜欢的老师，也可以让他们订阅啊，告诉他们我们的频道，帮助我们有更大的影响力。对，那这一集特别，这一集特别长，是因为上次有同学说我们不要做太短，所以我们这集做的特别长。好 ，OK，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下一期见，拜拜。好的，拜拜。